这墨怎么卖的？客官若要1两银子便卖。就你这墨，也配卖1两银子呀？客官，这当然是上好的墨。二位，请喝。不是本地人吧？啊，这天下极品的墨皆在徽州。这徽州墨中的上品啊，有落墨、吕墨、沉墨。你这个墨怕是徽州3岁小儿子做的，还敢卖1两银子？去别地儿卖吧。我这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大叔，来者是客，要不请您喝杯茶？这不要钱的，来吧。多谢您。哎，大叔，可否借我看看您手中的墨？多谢。这题款看起来甚是特别。这墨中还加了诸多不同的辈分，这用料竟比骆家的还要多。此墨产地沿海之地，姑娘好眼力。此墨品质不俗。依我看，这墨卖上1两银子不算贵。姑娘说的不错，这墨中加的材料倒还在其次，难得的是用材。墨中用的并非普通松材，而是生于沿海之地的黑矮松。黑矮松，古籍有云：黑矮松，色如胶，触如凝脂，取之入墨，当为上品。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，终年也长不到1丈高，故而尤显珍贵。这些墨是我费尽功夫才弄到手的，没成想价格一降再降，仍是卖不出去。外地多认徽墨，而这徽墨又只认3大家。这墨的妙处啊，说了也没多少人愿信。您也别太丧气。依我看，此墨既然用材特殊，和墨技法也不同于本地，您不然可以卖给墨坊作为参照。就像您方才说的，徽墨3大家，这任意一家想必都会高价收下。这竟是我从未想过，多谢姑娘指点。哎，别客气。哎，您这墨，姑娘慧眼识珠，赠茶之恩无以回报，这方墨便当回礼。水伯，今日这人怎么多得出奇呀？哎呀，今天是骆家选松材的日子，要是被骆大少爷看上了，那可得大大的发上一笔财呀！这人能少吗？骆家不是有自己的松厂吗？骆家得了供墨权以后，订单量自然就不同以往喽。还听闻呐，骆家前些日子还接了个大单，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。难怪这几日看到他，越发的目中无人。水伯啊，这里怎么有个文书啊？临安陈家？那定是老陈他们走的急落下的。你腿快，赶紧给人家送去，别耽误人家的事儿啊！哎，我这就去。放心吧，水伯。哎，总算，哎呀，哎呦，总算见上你们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文书落在水摊了。感谢你了，珍娘。可惜啊，老天没给咱这个命，真是辛苦你白跑了一趟。这文书啊，没用了。这松材遴选提前结束了吗？还没开始呢。哎呀，莫提莫提。那骆家少爷啊，还没等我们介绍，直接扫了一眼就责骂我们说，就这等次品也敢卖到我们骆家来？你说我们连见松师都没见到，就被赶出来了。算了，我们啊，伺候不起他们骆家。可我们如此多的松材，这骆家要是不收，谁还能收得下？哼！你说说这事儿闹的。
我也许有一个法子，可以让骆家高价收下你们的松材，但若是你们得了便宜，可不能四处张扬。哎呀，有了有了，多谢多谢多谢。等我想。说话。建松师傅，突然害了疾病，来不了了。怎么不早说呢？松木遴选，那要选出最好的上品来。这么多的木头，我一个人选得过来吗？大少爷，这灵石我实在是找不到人呐。这是徽州，最不缺的就是磨坊，去给我找。找不回来你也别回来。喂，鞋，你好了。谁跟这儿捡笑呢？这不是当街退婚、惊世骇俗、誉满徽州的李珍姑娘吗？骆大少爷客气了，我能享誉徽州，还不都是拜骆大少爷所赐？哎，李珍姑娘抬举我了，我充其量只是个趁火打劫的，这火还不是我放。哼，幸亏这火灭了，要不然还不都得被骆大少爷您强取豪夺了去？倒是了解我。嗯，李珍姑娘到我骆家磨坊来，所谓何事？我方才听闻你们缺个剑松师傅，我便是来剑松的。你剑松？这儿每一块松木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去鉴定它们，凭什么呢？就凭我是智墨五杰之首李金水的孙女，我打10字起，瞧的便是墨书料丹，区区剑松而已，又有何难？口气不小。骆大少爷可敢与我一赌？我们各自选松，若是我选的跟你一般无二，那便说明我担得起剑松的名号，拿得起剑松的酬劳。若是你输了呢？若是我输了，那这方墨便是你的了。就这质量的墨，配跟我家少爷打赌？好，就以此墨为注。若是你选得好，不但酬劳归你，我外加10两的彩头。哎，少爷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李珍姑娘，该你了。这么小年纪的会看个啥呀？会不会看啊？让一让啊，让一让。选好了啊，来。看着吧，我李珍从不干如此龌龊之事。哎呀，有点意思啊，李珍姑娘。啊，真是有点意思。那就请骆大少爷言出必行吧。哎，带李珍姑娘去骆家账房领银子。是大少爷。哎，等等，骆大少爷，您当真就选中这3家了吗？李珍姑娘言下何意？可这最好的松材不在此处。那真正最好的松材在哪里？
好，成交。林安成交。哎，哎，好嘞，来，小二，找马上就跑。这木头颜色又黑，木质又粗，别说我家大少爷，我都没见过如此劣质的松材。你当我们傻子呀？一般而言，上等松材色淡，而木质顺滑，但古籍有云：黑矮松，色如胶，触如凝脂，取之入墨，当为上品。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，终年长不过1丈高，故而尤显珍贵。这便是你所说的黑矮松。骆大少爷，您不妨再仔细看看这方墨。骆大少爷醉心制墨，要辨清真伪，想必不难。哎呀，李珍姑娘，这黑矮松为上品。平安，哎，入库登记。好，切记，给我把这批松木放在南面仓库，切勿生潮受了虫害。记下了。因生长之地潮湿，黑矮松的存放也与普通松材不同，必要置于避光阴潮之处，否则取之入墨，墨块极易干裂。李珍姑娘，收好你该得的银两。需要上称吗？不用，数清楚了，分文不少。对了，骆少爷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今日我来见松是临时起意，还望你不要四处声张。好说，正好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坐。哎呀，没那么多规矩了，坐。丫头，我想请你来我骆家上供，如何？骆大少爷，您的为人我还是避之不及的。我的为人，你又如何知晓？若想对我做评判，说别的都没有用了。我这一生不过一个墨字，田家宵小玷污墨，我便恨；你心中有墨，我便喜。你们家有好的和墨的方子，我便想不择手段地拿到手里。话已至此，丽珍姑娘，我骆文松给你赔个不是。请你来骆家上供，是我真心所想。我惜你在墨上的天分。天分又不代表喜欢。徽州这地方，墨叶才干多如牛毛，有的人跟他痴缠了一辈子，结果又如何呢？我这点天分呀，也就骗骗你骆大少爷的钱，够使了。哎，你喜不喜欢，我看得出来。常有人说，某些人对某事某物极有天分，只是心思不在这儿，虚度年华，埋没了自己，这不是废话吗？不喜欢不痴缠，那不叫有天分。即便偶有灵光，那也只是一时的机灵。丽珍姑娘可不是机灵，方才辨松之时，我看得清楚。若是平时你对墨上不下心思，又岂能点得如此透彻？再有，丽珍，你家已经除族务，
李金水发誓不再做墨。你若真想在墨道上有所作为，你不来我骆家，你还有更好的去处吗？我也是奇了，我是女子，你收我与行规不符，更是与李骆两家利益不符。你就不怕这李家再把祖师玄奇请出来，乌泱泱的上你的门？啊，给你看看东西。这是我姑姑骆梦真在我3岁之时送我的。可以这么说，骆家的墨业有一大半儿是我姑姑骆梦真打下来的，那不也是女子？规矩，规矩是做什么用的？是用来成事的。成事之中，如果需要破规矩，那就破啊。那姑姑，朱墨勾天眼底沉，今年春尽不知春。满徽州，我唯一敬重的人，就是我姑姑骆梦真。哎呀，骆大少爷，这说到底不过是你家剑松师傅今日病了，你需要一个灵工而已，怎么又莫名生出了这么一扯的话？我听不懂。至于我走不走墨业这条路，更是与你骆大少爷毫无关系。告辞。对了，方才忘说了，这黑暗松得避光保存。不信，你去查古籍。你猜怎么着？今天我给骆家建了回松台，就赚了20两赏钱。怎么了娘？我挣了钱还不开心啊？你爷爷今天非要回主家参加李家百年祭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。百年祭，他去干嘛呀？咱们家已经被除族了，去了岂不是自取其辱？可不是嘛！你爷爷倒好，非要把你哥一起拽过去。真娘，真娘！这八房脸皮也够厚的呀！八叔，您这个教子无方的长辈，就别在这碍眼了吧。你，李正良，就是因为你爹贪杯误事，害得李家丢了供墨权，还丧了我夫锦旗的命。大家说说，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？八爷只不过是在祠堂门口祭拜，又没进去，李家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对呀，我咄咄逼人，我们家人都让他逼死了，我还说不得了。他们就是李家的罪人，别说是在这祠堂门口，就是在歙县，在徽州，他们也不该有脸在这待。别在这弯腰磕头了，你们这些丧门星，在祖宗面前，你们这辈子都直不起腰，活该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。爷爷，咱们走吧，理不可断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赶走！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正良，正良，正良，当街胡闹，让祖宗蒙羞，我们万万做不得。爷爷，正良，做不得。李家被你们八房害得如今这个地步，你们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得的？我要是你们，就该去九泉之下亲自向锦旗、向列祖列宗赔罪。要不是你们，我们家锦旗就是李家下一任当家的，我就是李家的主母。你们八房欠我的，这辈子还不完。
景琦媳妇儿，你有恨就恨我吧。恨你管用吗？恨你我们家锦溪能活过来吗？你们都该去死，都该去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我们马上就走，我们马上就走，我们马上就走，我们这就走，我们这就走。盛良，100年大计，胆子也太大了！你喜欢你谁呀？啊！爷爷，你没事吧？瞧瞧这一下子，啊，嘴巴上说做不得，干的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。丽珍，你有一个山野泼妇似的娘，难怪生出你这个没羞没臊、没人要的便宜货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再说一句！再说一句！再说一遍！看不得报应！再说一句，田江云，爷爷，再说一句！喊什么喊？今天是我李默100年大计，你们八房要干什么？不是我们要干什么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是他先动手打人的。他动手打人，你们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，他就去打你了。真娘，真娘，好，今天这个日子，我便先不跟你们纠缠。爷爷，我们先回家。走。李金水，你还有脸来拜祭祖宗？先是你孙子偷盗磨坊，你又让真娘去骆家变松谋利，好一个智墨武节，好一个丁齿名士啊！真娘，什么变宗？事到如今还装傻，不觉得恶心吗？够了！这磨坊一事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是田骆两家算计我哥。就算我哥一时失察，可你们当众拦轿，逼得爷爷丁齿明示，这桩公案也算是两清了。至于卞松，是因为我想为了家中还债，迫不得已便跟那骆文松赌了一局，我没有别的心思。我爷爷更是不知此事，你莫要血口喷人。是我血口喷人，还是你李真巧舌如簧？大家自会清楚。要不是你七祖母疼你爱你，若是依我，早就让你们滚出歙县，滚出徽州，一辈子受苦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全家一直在为失去公母、失去亲人赎罪。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无力扭转。我们只是希望能过上好的日子，让我们小家得以生存。为何你们连条生路都不肯给我们？非是我李景东容不下你们，而是李默容不下你们这种吃里扒外、败坏祖宗基业的蛀虫。真娘，爷爷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真娘幼时家逢变故，虽尚未懂事，但却深知一切因默而起。从此默便成为了我们家中说不出口的禁忌。这些年来，我跟爷爷、娘亲、哥哥一直小心翼翼，对此唯恐避之不及，只想过好我们自己的小日子。可偏偏总是有人盯着我们家不放。骆家觊觎爷爷的磨坊，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，而景东叔一再相逼，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，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。无论我们怎么做，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。既然躲不过，那真娘便不愿再躲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在徽州，我们哪儿也不去，我们还要过得比你们更好。景东叔、孙叔母，你们就好生看着吧。三哥，别跟他废话，把
把他们轰走，轰走！哎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别动！对不住各位，对不住，别动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别动！都别动！都别动！行不行吧？动一下，我看谁敢动一下，我今天就剐了谁！你要干什么？把刀放下！真娘，真娘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以后，这也是我们八房祭祖的家祠。你胡说八道！家祠是你随便说建就能建的吗？真娘，你要做什么？你站住！祖师爷的画像，岂能擅动？张良，把祖师爷的画像请回去。真娘，真娘，成何体统！就算你要祭祖，也不是非要去李家不可。有哪条规矩上写了，我们不能自建祠堂的？真娘，一笔写不出2个李字，那一笔也写不出1个李字。我胡闹办家祠，也好过您与孝去李家受辱。您今日所为，可有想过娘？想过哥哥？想过我？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爷爷，真娘说的没有错。今日之事，全当你们戏言，以后不许再提。这些时日，爷爷被他们逼得丁齿明示，今日被他们欺负成这般样子，难道我心就不疼吗？我恨您的愚孝，但我更恨我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你们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了我们家去。他们生怕我们泡沫，生怕我们过得好，但我偏要碰，我偏要过得比他们更好。从今日起，陈娘便当着先祖面前立誓，从今日开始学习墨迹。我要把八房这些年受到的屈辱，把爷爷和爹失去的尊严荣光，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。爷爷，请您教我制墨吧。真娘，爷爷丁齿明示，今后和睦不再有瓜葛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您只是发誓不再制墨，可没有说不能教人啊。不行就是不行，多说无益。真娘，你就别跟你爷爷犟了。我们家这些年的厄运，全都是因为这墨。你爹因墨而死，你爷爷因墨生不如死，你和你哥又因这墨各自断送了姻缘和前程，这墨害得咱们家还不够惨吗？没错，娘，咱们家跌落至此，皆是因为墨而起，所以，我更要用墨，将这些全部都挣回来。挣回来？你拿什么去挣？你如何去挣？我劝你，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
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。我要腰板挺直的活着。这么一世，真娘心已定。爷爷就算不教，我便上各家去学，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。真娘，你确定这样可行？可行，不过你放心吧，我打听过了，各家磨坊都在招工，我得一个个都去试试。你打算去哪家磨坊？那自然去三爷爷那儿陈家磨坊了。哎呦，要是被人发现了，可怎么办啊？没事儿，先去，发现再说。再说了，若是被三爷爷发现，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哎，记住啊，你帮我瞒住娘，千万不能让她知道。娘要是发现了，非扒了我一层皮不可。哎，真娘，这是你杜姐姐新给我裁的衣裳，我还没穿过呢，你别给我穿坏了啊！知道了，知道，哥，你记住了，瞒住娘啊！啊，走了，你小心点啊！哎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在这里倒磨，不许胡乱瞎跑，坏了规矩就走人。你去后面倒，好。你用这个锄倒。嗯。你们3个到那边去倒。师傅，这要倒多少下呀？青椒10万锄。哦哦。你只管好好倒，到时自然有人会来查验。嗯嗯。小林，把磨饼拿来，给他们分一下。老爸啊，咱老哥俩好久没在一起喝2盅了。哎，你这突然请我吃酒，说，什么事儿？三哥怕你不吃磨门快了，陪你说说话。来，吃菜。来。你家真娘最近忙活什么？在水泊的石滩上上工，每天啊早出晚归的。哦，你都看见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有话快说嘛！老爸，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我说了你不能急，你急我就不说了。那我不急，你说。你家真娘啊，这会儿在我磨坊里上工呢。啊？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点呢？你看，说好了不急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瞅着这娘这丫头挺好啊。哎，人聪明，干活也卖力，
应了那句老话啊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打小我就看他是个学墨的好苗子啊！呀，去！你儿子干什么我管不着，这娘不行。开始说了急了，哎，到时候我教完你别后悔啊！陈老三，把真娘从你磨坊里赶走，不然咱们兄弟都没得做。哎，小的倔，老的更倔。店里干都是干，只要能治墨，学好手艺就行。哎，曾大师傅，近日又收了一批学徒，您瞧瞧。锤墨要的是力气，其他墨工都穿着汗衫，你为何不穿？我不热，用不着。是不需要，还是不能？啊，用不着。干什么？果然是个丫头，女子不能制墨，你尽管败坏行业规矩，败坏我骆家名声。谁说女子不能制墨的？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罢了。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制墨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，坏了规矩还嘴硬。好，那你就跟我去文会，辩个清楚。来人，带着丫头跟我走。干嘛别碰我？我自己能走。胡会长，诸位墨业当家，今日便替我骆家来评评理。这丫头竟女扮男装，混入我骆家磨坊，败坏祖业门风，实在有辱行业门楣。我今日方知，你曾一品已经可以代表我骆家主事了。大少爷，我伺候落墨多年，自然与骆家共荣辱。好一个共荣辱！李真，你一介女子，怎可如此女扮男装，混入磨坊，成何体统啊！你丢尽了李家的脸。请东叔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早已被除族了，我就算丢脸，跟你们李家有何干系啊？好了，既然是来文会辩理，文会自然会给你们一个决断。胡会长，我们徽州墨业素来有女子不得制墨的规矩啊。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的陈规罢了，并非是落笔成文的定论，如何作为约束？我曾听闻，这骆家姑姑骆梦真于墨室有经世之才。如今这骆墨沿用至今的和墨技法，便是出自骆家姑姑之手。我想请问曾大师傅，您在骆墨这么多年，难道不曾用过骆家的和墨技法吗？既然用过，一边用女子创办的技法，一边又口口声声义正辞严地说女子不可制墨，真是自相矛盾，忘恩负义。我知道李姑娘剑松变墨一把好手，今日方知这张嘴也不遑多让。这忘恩负义啊，哎呀，说的是真好。我以为制墨讲的是天赋，制得出一方好墨，那管他是男是女，是人是狗呢？家有家法，行有行规。如果猫猫狗狗之辈都能制墨，那我们徽州墨业岂不是反了天了？那你是担心自己的天赋不够，还治不过这些猫猫狗狗？骆大少爷慎言，你拿我与他相比，我是墨业正统。何为正统？制得好墨那叫正统，治不得好墨，数典忘祖。
你说说，李姑娘的墨制得如何？回大少爷，他听说荣娇确实学得不错。一句实言。李姑娘也曾来潘家磨坊，听大师傅说，雕版倒是不甚擅长，但十分刻苦。李姑娘，劳烦伸出左手。哎，没事，给他们看看。展开，高举，再高。在座的诸位都是制墨行家，要说这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全在那手上，仔细的看看。想必诸位富贵人当久了，这手生了福气，脱了老茧，生了新肉了吧都。既然骆大少爷这么说了，我若再坚持女子不能制墨的口头规矩，岂不是显得我迂腐不化？只不过是我墨业有传男不传女一说。是，因为女子终究要嫁人，磨坊不能流入外姓。此前李家磨坊险些外泄，李珍姑娘当街退婚一事，想必各位都清楚吧？胡会长，我学墨跟李墨无半点干系，何来磨坊外传一说啊？若是在座的诸位有所顾虑的话，我大不了发个誓，终身不嫁便是了。这，李姑娘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其实，八爷非得怪罪我们不可呀！啊！三爷，三爷，诸位，那李老八到底是制墨五杰之首，他为徽墨出过不少力。纵然不制墨久矣，我们也不可忘了他的好。今日若是如此为难他的孙女儿，我想在座的各位心里也过意不去吧。不若如此，我们便给甄姑娘一个机会。她已经习墨有些时日了，不妨就让她制出一块墨来。到时候，大家伙一同瞧一瞧，品一品。倘若甄姑娘果真有制墨天赋，墨业就不能埋没人才。哈哈，三爷言之有理。甄姑娘，你可愿意？爹，多亏了陈三爷爷借我磨坊使用，这可是女儿费了好些时日，制出来唯一一块还算质量好的墨锭。爹，你一定要保佑我试墨成功啊！墨色发灰，凝质感又重。
还是不行。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？给娘看看，你制了什么墨呀？别看了，这墨都没有成型。那什么样的墨才算是成型呢？自然是用料精贵，制法纯熟，落笔如云烟游龙。你说这些我也听不懂，反正你爹说了，这墨锭外面做的再漂亮，里面用料再珍贵，终究还是要给人用的。那哪些人用墨，要用什么样的墨，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？做一块能用的舒心趁手的墨，不就好了？娘，你懂得还真多。我哪懂啊，都是你爹说的。哎，你慢点吃，慢点慢点。我出去一趟啊！哎，你这又上哪儿去啊？来，客官，看一下我们的墨，温娘又好又实惠。看你3天2头的来这儿给哥买墨，何不去那边买个好的？只是哥儿惜字呀，费墨得很。这家中哪受得住一直用好墨呀？胡会长，诸位墨业当家，这便是我做的出新墨。这墨一瞧便知烟台烧的老了，捶打也不到位，制的甚是儿戏。不错，此墨既无商货之貌，售不得高价，又无传世墨意，制作稀松平常，在加墨济济的徽州，着实登不得台面。粗制滥造，这要是我制的墨，我都不好意思进文会的大门。我还以为你会叫八爷帮你。胡会长，来品品这方成墨，有如此的胆识，得此一个成字，倒叫我高看你一眼。这用料普通，制法粗糙，只能算是下品墨。看来李珍姑娘以后就……胡会长，我给甄娘出的题，墨也不拿给我瞧瞧？三爷，甄娘，你且说说，为何做这方制法简单的墨呀？之前你就应该晓得，这样的墨可入不了墨行诸位老前辈的眼啊。我知道，因为更好、更复杂的墨，我做不出来。这也是眼下我能制出最好的墨了。我也想过添加名贵的用料，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合墨。既然往上不成，我便想着，那便做一方简单又实用的墨也是不错的。这便是我的初心。制不出这样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？还初心？我看你简直是丢人现眼！是我实力不济，我承认，在座的诸位皆是墨业的前辈，看不上这方墨也是情理之中。可是于我而言，我已经尽了全力，担得起问心无愧这4个字。这方墨虽然实属下品，但好在颜色够黑，造价低廉。这无论是坊间记账，还是小儿习字，未必不是一种更优的选择。于此一途，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，故而
也不觉得悔。真娘已经知道今日结果了，最后还请三爷爷将此墨赠予他需要的人，也算是一尽他的价值。够黑，一方好墨啊！好墨，罗大少爷，你莫不是疯了？那是一方下品墨，还好墨。哎，物者有所宜，才者有所失，各处其一，故上下无违。李珍姑娘有言在先，说这方墨价格便宜，适合账房记账，小儿习字。在座的诸位，年幼出习字时，给你们一方上品之墨，舍得用吗？老祖宗当年制出这第一方墨的时候，是为了把心里这点东西记下来，哪里有那么多的规矩？可无规矩它不成方圆，无规矩怎定优劣呀？优劣不分。我们这些磨坊，我们这些人，这个文会，他要他干什么呀？徽墨传承至今，徽州磨坊比比皆是。咱们各家拼的不就是一个精益求精吗？对，精益求精乃制墨之本。我问了磨坊的管事，说李珍姑娘初进磨坊学墨不过3、5月之余。敢问诸位在座的初学墨3、5月之士，能否制得出这样一方你们口中所谓的劣墨啊？是啊，文松之言让我想起初入墨行之时，惜墨2载，2载啊！才制出平生第1方墨，要说成色嘛，也不过如此。那即使如此，李珍姑娘此时此刻这一方墨不能不算是一方好墨。诸位制墨制得久了，莫忘初心才是。再说了。诸位管得着李珍姑娘制墨不制墨呢？我若是李珍姑娘，我都犯不着接下这一桩考验。我制我的墨，管那么多做甚？诸位如此百般阻挠，是因为心生畏惧，怕有朝一日李珍姑娘制墨大成，以女子之身强压诸位一头，丢失了颜面不成？我们会怕一个黄毛丫头？笑话！那既是如此，此事无需在意。陈娘真这么说？一字不差。丫头这个年纪，对墨的理解
恐怕连你我都自叹不如。他让我将墨赠人，我左思右想，现在最需要他的，恐怕是李老八你啊。老八，你就收了他吧。是，我知道你守规矩，你定制名士的，你不可以制墨。可没人说你不可以教人制墨呀。文慧封了你这双制墨的手，又没封你的嘴，有嘴还不能说了。李老八，这娘多好的苗子，你收了他又能如何？什么传男不传女，文慧都默认了。老八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君山要是有真娘一半的天赋，我要有这么个好孙女，我甘愿一辈子不吃墨。还有，难道你就不想李默后继有人？言尽于此啊，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，这个倔老八。景峰，爹来看看你。这个呀，是你闺女真娘制的第一块墨，你瞧，叫初心墨。爹在文慧面前定制名士，永不制墨，也已经退出了墨业。可如今，真娘她要学墨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爷爷，您这是？真娘，你过来。制墨之道艰难险阻，你可吃得了这苦？真娘愿意吃苦。好。祖师爷在上，李氏制墨后人李金水，自此伊始，收李氏真娘为徒，受其制墨之道。望祖师爷有其学墨一途，一路昌顺，不负初心。
爷爷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咱们李家的老磨坊，你小时候来过。我想起来了，小的时候我爹带我来过，我爹说，他就是在这里学会的熬胶。是啊，此处乃是李默根之所在。李默之始源于南唐西市，因战乱不断，西市由易水南迁至徽州，得皖南古松为料，创建出李默。后得南唐后主召先祖西廷圭为墨武官，并赐国姓李，从此李默名满天下。祖上备受荣光，所有的这一切，就是从这小小的磨坊开始，才有了李默之姓。真娘，你可知为何徽州磨坊众多，唯独李默传承100年而不曾间断？因为李默有闻名天下的四合墨。四合墨失传已久，爷爷也只能在先祖的画像上才得以一窥。那难不成是因为这4个字？不错，李默正气浩然，从不攀附权贵。墨迹者独善其身，慎独静思，方能铸就李默墨骨。我明白了，爷爷。正所谓，平日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，持正念，做正事，结正果。我说的可对？只对了一半。知墨之道，还需修身养性。大伯娘，大伯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来给你们送东西呀。八叔，东西我都带来了，您看一下，灯油、灯草，还有一些模具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再去想办法。够了，够了。帮我向七嫂道声谢，这事儿为难她了。八叔，现在磨坊由景东来掌管，他确实发了几句牢骚，但是有娘发话了，他也不敢再多说什么。只是装货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，有很多都是库房的残品、次品，不知道能不能用。不打紧，现在这丫头还用不上好东西。爷爷，我学墨一事，七祖母也知道了。若没有七祖母点头，你当时这个磨坊，咱们还能用啊？陈丫头，你七祖母说了，这些东西你们都不必过于担忧，那是你幼时帮她养鱼养花应得的酬金，还让我带话，如果要学墨，就要好好学，等你出师之时，她是要来验证的。嗯。哎。爷爷，我灯碗摆好了。真娘，爷爷，我知道这制墨的第一步就是点灯烧烟，这之前我偷学的时候早就学会了。你把这蓬灯草搓出来。爷爷，
如今现在各家磨坊俱是买的现成的，你为何让我学这个？真娘，于他人，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烧盐，而于你，就得从搓灯草开始。知道了。爷爷，搓好了。搓洗不一，重来。搓洗不一，那我就搓个一样的给你看看。我搓了这么多，总有一根能行的吧？爷爷，我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吗？不能。为何？看到了吗？长短不一。您总不能要求我这每一根的长短都是一致的吧？什么时候你能够做到搓出的灯草，皆长短粗细一致，紧致不散，才能进入制墨的下一步？我就不明白了。这搓灯草就是小技，徽州人人都会。我在这里搓灯草，岂不是浪费时间？真娘，那您教我搓灯草。搓灯草为手熟耳。我就不信了，如今这李墨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难道是搓灯草搓出来的？爷爷早就说过，跟我学制墨，就得按照规矩来，每一个步骤做不到、达不到要求，这墨不学也罢。爷爷，真娘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娘让我来喊你们回家吃漏荤呢。你们回去吃吧，我吃不了了。爷爷让我搓灯草呢。真娘，你忘了，今儿可是中秋佳节，阖家团圆的日子，家里可不能缺你。给，哥特意给你买的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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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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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落荤。吃落荤了，走。等等我，等等我。爹，怎么样了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。这是个好东西啊！今天我买菜的时候啊，碰到一个游商，他说这是上好的阿胶，我想着给真娘炖点鸡汤补补身子。爷爷，真娘，爷爷，哎呀，你瞧你这小脸弄得跟个小脏猴似的。爷爷，快来，快来看看我烧成了，走。呀，哎，你快来看。
颗粒不匀。火候稍欠。爹，怎么样嘛？这娘，你说说看，这有何玄机？烟台以色杂、粗糙、色泽干枯者为中下品，可若是颜色纯黑、细腻、光泽透出者，则为上品。可若是桐油质量上乘，烧制方法得当，火候恰到好处，烧出的烟台黑中带灰，细腻轻薄，那便是难得的超品烟台。好，知其然，也知其所以然，这才做得合格的制墨人。爹，您的意思是，真娘烧出了超品烟台？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真娘！爷爷，那真娘是不是可以出师了？时辰不早了，吃落荤，加个肉菜。好嘞，爹，我回去就做。太好了，太厉害了，真娘！列祖列宗，真娘学墨3载，为教他戒骄戒躁，每每学墨有成之时，我便训斥于他，让他受了不少委屈。可这孩子性子坚韧，不畏险阻，进步神速，常令我汗颜。经水此生，视墨如命，奈何半途而废。本已是心如枯槁，成天不弃，真娘学墨有成，不过3年，便已烧出超品烟台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李默后继有人。后继有人，后继有人呐！先休息一会儿吧，好，喝口水。嫂子，哥，真娘，真娘，嫂嫂，你累吗？嫂子看见你就不累了。真娘，你来四宝街是要买什么呀？可带足了银钱。哎，来，嫂子，我不要，不让你跟我哥破费。正相反，今日我是来挣钱的。挣钱？你要如何挣？我要领灯烧烟。领灯烧烟，那是这烧取烟台费时费工的，各大磨坊一般都找人代烧，只要缴了押柜或者有人担保，人人可以领生料，领灯回去烧。而各大磨坊按质论价付给报酬。
可如果烧得不好，声誉受损，双倍赔付不说，更有甚者，可能从此不得再入墨行。这不行啊！真娘，家中的一切开支有大哥在，你无需冒这个风险。哥，这些时日，我学墨家中为我费了不少银子，只出不进。如今我学墨有成，自然要替家中分担一些开销了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在说什么啊？再说了，我全天下最好的嫂嫂刚过门，怎么可以亏待她呢？你就跟你哥一样，没正形。行吧，你打算去哪家磨坊？哥，我想好了，我想去李家磨坊。为何要去楚家？这李家磨坊前些日子走了一个烧烟大师傅，所以烟台质量有所下降，他们收烟出价都会高一些。在商言商嘛。郑良，就依真娘吧，想必啊，他也思考周全。唉，磨坊领灯，本家子弟不需要压柜，如此也好。虽是这样说，但越是这样，我越要交压柜，不然反而让他们觉得是我们占了便宜。说得对，在商言商，做活拿钱，该交就交。来，拿着。我不要，嫂嫂，你拿着。不要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们兄妹俩这倔起来便是一个样子。听嫂子话，拿着。不要。哎，拿着。真娘莫要推辞。先收着。收着。哥，小子，你们放心吧，这次我一定能挣到钱。好，我们都相信你。嫂嫂，你们什么时候下工啊？还有一会儿吧。不过这楼宇好生气派啊！易后生。您再看一下，这可是中品品质啊！别废话，1斤6两。哎，下一个。我领器用，还有生料。你家都被除族了，你爷爷也立誓永不制墨，怎么是他老人家手痒没脸来，想让你浑水摸鱼啊？你少泼我爷爷脏水，我已经学墨3年了，烧个烟台有什么难的？你学墨？他说他学墨。哎呀，自古以来啊，我就没听说过这墨工有女。赶走，耽误事。哎，姑娘，回家吧，走吧。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？哪条规约上写了？你若是拿得出来，我立刻走；若是拿不出来，我便直接去问问戚老夫人了。好，等等。废品不收，下品200文，之后往上各加200文。我领20盏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李墨的规矩，不管什么品质，且使1斤起收。1斤？领不领啊？领就画押，不领呢就赶紧走人。20盏灯油烧1斤烟台，姑娘夸海口了吧？你个大男人话怎么这么多呀？不就1斤烟台吗？20盏灯我烧6天，总能烧完。6天？哎，就不要废话了，赶紧画押，大家都排着队呢。知道。4日内交货，莫要耽误了工期啊。4日内？啊？你
你这上面也没写呀。哎，领灯烧烟，向来4日为一个工期，学墨3年，一无所知啊。孙百一，等等，我给你算算啊，一天能烧20盏灯，这4日呢，除去这个损耗，也就烧8两烟台，是不是？这怎么算，也交不了差呀。对呀，你能治出来吗？你们能吗？但你画了押，这押柜定是退不了了。横竖烧不出啊，不如回家找你爷爷诉苦去吧。谁说我烧不出来了？大不了我再加10盏灯。再领10盏。当年八爷在磨坊，至多也点了35盏灯，还再领10盏。是啊，就是磨坊的大师傅也不敢拍着胸脯保证能同时顾着30盏灯啊。你可想清楚了，到时候交不出1斤有用的烟台，30盏灯的押柜是退不了。就算老夫人来，你也不占理。不用你说，赶紧的。请吧，领器用和生料，晚了怕是更来不及喽。今日真是开了眼了，一群无耻败类欺负人，着实好笑。花儿，花儿，你这些年都去哪儿了？最初原本打算从漳州粤港出发，回我娘的祖地欧罗巴去，可是那个海禁太严了，怎么也出不去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爹这个人吧，就是闲不住，一路货贩南北，带我们去了不少地方。我跟你说，可漂亮了。那你这混话也没少学呀。可是真娘，你要这么多的器用和生料干嘛？别提了，都怪刚刚那个孙白衣给我下套了啊！我也是一时心急。没事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嘛。那个姑娘们，那个这太多了，你们拿不了，我给你们送一趟吧。那多谢了。好了，我来。哎，那咱走。哎，好。你小心啊。好，多谢你啊。那个孙百一仗着是大嫂的族弟，还真把自己当成国舅老爷了，欺负到真娘头上来了。况他领了30盏灯不说，还要求他4日之内烧出1斤烟台。爹，您要不指点一下真娘，她都枯坐1下午了，也不点灯，怕是担不起这压力呀。除了制墨，爷爷还教了你什么？您说，人须在世上磨，方能立得住，方能静一定，动一定。此乃辛建伯所言，我已颇以为然。你如今虽小有成就，但终究未经磨砺，还不能精准控制烟台品质，当戒骄戒躁，潜心精进才是。你为何却骄傲自满，冒这样的风险？爷爷，真娘知错了。爹，真娘她知道错了，况且这也不全都是她的责任呐，您就教导教导她吧。他已出师，既有这样的自信，闯了祸就自个儿收拾，也好长个记性。爹，娘，山娘自己能做得来，不劳烦爷爷。真娘真的来燕棚领灯？七祖母，那孙百一真的是好生欺负人，您可得帮真娘好好出口恶气，教训教训她。我倒是想看看真娘是如何解决此事的。七祖母，您以前最疼爱真娘了，可现如今为何袖手旁观啊？花儿啊，七祖母终有一日要老去，你们年轻一辈儿
也终有一天要独当一面的。我如今的袖手旁观，就是促你们成长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这之前明明可以烧出超频烟台的，可怎么如今连上面都烧不出来了？你的心不静，自然烧不出。这娘，过来，娘给你做了几个菜果。你怎么上午的都没吃啊？吃不下。来，趁热吃啊！哥，心静就真的能同时点30盏灯吗？不止，心静就是大道至简，心无旁骛。除了灯与我，再无他物，如此专注之态，点35盏都不在话下。这肯定不是你说的，你去问爷爷了吧？我瞧你是在苦恼。不过呀，爷爷也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他看我记不住，故意说了好几遍，就等着我来告诉你呢。爷爷说的没错，我太纠结于实现，满腹担忧，畏首畏尾，这样如何能安心烧得了好烟台？不如将这些禁术摒弃，从头再来。快吃。等一下，打开我看看。哼，你这烟台有问题啊，竟敢作假！你少恶语伤人了，用你的眼睛好好看看，用手捻一捻便明白了。撵就撵。别人的烟台都是黝黑的，你这烟台你看看，怎么带点灰啊？年纪不大，倒是老江湖，就是学艺不精，跟我玩心眼，没门儿。称一下。1斤2两。1斤2两。你往里加了多少假料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作假。你俩看看，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孙领班说的是，确实有问题啊。应该是掺了松烟台。听见了吗？我孙百一啊，在这儿干了6、7年了，谁都知道我有双火眼金睛，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糊弄我，太嫩了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，这堂堂的李默
竟然会有你们这些不识货之人。胡说，孙领班是我们这里顶顶懂行的。你要态度好些呢，看你可怜兮兮的，我就按下品烟台收之，留作次等粗食之物。我是不是还要对你跪拜叩谢呀？我只能公事公办，扣了你的压柜。看你是姑娘家，其他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。诸位，我做的还公道吗？公道。孙领班公不公道啊？绝对公道，他最公道了。哎呀，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我便不信了，这偌大的徽州，还没有一个识货之人。请。哎，下一个。各位，这徽州墨业传承100年，享誉整个华夏。那背后是离不开一代代的徽墨匠人殚精竭虑研究墨法，削干图治，精进墨术，这才成为今日之盛世。不过徽墨能有今日，除了制法精妙以外，更胜在用料考究。为求成墨品质，这墨中有这是在卖艺吧？麝香，谁会报个罐子？用之无一之理性，甚至这墨中基石烟台也讲究万分。恰好今日啊，我便有这么一罐烟台，品质上乘。这烟台呢，虽是自李默领灯烧烟得知，可这烟棚领班孙百一有眼无珠，非说我这烟台是劣品，扣我压柜拒收烟台。既然他们李默不收，那好，我便当街竞拍，识货价高者得。哇，当街竞拍，咱们徽州好久没有这样的热闹了吧？哎，要是这罐烟台啊，果真品质上乘，那李默算是惹上事儿了。走，回领导。花儿，快给诸位看看我们的上好烟台。好，来，大家伙儿都来看看。来，诸位都看一看啊，我们的烟台品质上乘。这货色也不怎么样嘛，灰扑扑的。就是，难怪人家李默不收。二位有所不知，这烟台越细啊，颜色越淡。若是看不出来，二位可以进去伸手捻一捻就知道了。看一看，试试吧，看一看。对着光您看一看，这色泽是不是不一样了？哎，是挺细。如何？色泽是不是不同了？这就对了。来，继续。来，我看看。来，快给你看看。墨彩，这不是顶级成墨才有的东西吗？您有所不知，这并不是墨彩，只是烟台极细，又加上桐油的光泽，这才显现出这样的火光。照你这么说，这是超品烟台啊！对，这就是超品烟台。来，大家都看看，来，都看看。我看看。哎呦，还真是啊！你竟然能制作出超品烟台，该不会是你爷爷出手了吧？马掌柜，这烟台确实出自我手，与我爷爷无关。这李默拒收我的烟台，所以我当街竞拍，堂堂正正。若是诸位有所顾虑，大可以去找我，还有那孙百一一一核实。好，1两起价，价高者得。价高者得。开价1两，就算是超品又如何？只不过是一罐烟台而已。是啊，起标价太高了。这卖给谁去啊？ 1两这么贵的东西啊！我出1两5000。好，1两5000了啊！1两5000。我出1两8000。这位1两8000。我出2两，我出2两3000。我出2两8000，2两8000。2两8000。我出3两，3两。 4两。 4两银钱。 6两。
这小子谁呀？有点面生啊！还有谁要与我们东家竞价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今日这块烟台就是我们东家的了。这位公子识货，在场的各位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我出6两1钱。7两。8两。9两。9两。李家10两。李家的10两，这李家怎么也来了？好，李默10两，还有加价的吗？15两。这整个贵州，还从未有过卖到15两的烟台。爹，哎爹，咱们别跟着他们犯糊涂。这烟台啊，它不值15两，让给他们。对不住各位，是犬子不识货，刁难了姑娘，才使得姑娘当街叫卖，烧制这些烟台的生料，都是在李默领的，自要由李默来收。姑娘，方才这位公子叫价15两，李默便以15两回购这块烟台，可好？爹，是15两，不是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！爹，15两你疯了啊？就他啊，就这样，他能做出超品烟台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总之啊，我不信。绝对做不出！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还在这胡言乱语！看回磨坊我怎么收拾你！现在，你赶快给姑娘道歉！我不，我凭什么给她道歉？你看看这烟台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这不是道歉了吗？诸位，既然这李默已向我道歉，那这烟台……等等，这位兄弟道歉道得很不情愿，没关系，你不相信，我信。还有各位刚刚可能误会了，我说的15两，不是银子。而是15两金。好多钱啊！这到底谁呀？李家再怎么财大气粗，他也干不出花15两金买一罐烟台的事儿啊！啊！这位公子慧眼识珠，不过今日的竞拍就此取消。为什么呀？岂有钱不赚的道理？正如这孙大师傅所说，我烧的烟台所用的生料、器具皆出自李默，那这烟台也应当归李默所有。这之前，孙百一有意折辱我，我是为了讨一个公道，争一口气，才当街竞拍。可如今，既然李默已经当众向我道歉，那我便不再追究了。况且这位公子，您给我的15两金，实在是超出我的烟台本价太多了，我不能昧着良心跟您做这单生意。这样，日后我不收取任何的银两，免费为您再烧制一罐新的烟台，向您赔罪，您看如何？不必了。看来这位姑娘
不是贪图蝇头小利之人，在下佩服，也祝这位姑娘日后生意兴隆。多谢公子。哎呀，器用生料全在，人赃并获。超品烟台果然是他李金水所烧。八爷，你立誓如儿戏，这也太不地道了吧？哎，胡会长，八爷，李真当街竞拍本属李家的超品烟台，已犯了行业忌讳啊。如今还有人认定那烟台并非出于李真之手，而是您的手笔。这件事情还需八爷向文会解释清楚啊。胡会长，老八，赶紧的给人说清楚了。六哥，此烟台正是我家真娘连日连夜烧出来的，你们为何要强人所难嘛？啊！干嘛？干什么？为什么欺负我爷爷？哇，学墨才3年，就能同时点30盏灯，烧出1斤2两的超品烟台。我虽不懂制墨，但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行家，你们学墨3年能做得到吗？我也不敢夸如此海口。李真，你说你能制超品烟台，可有证据？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忙忙碌碌几十年烧不出好的烟台，就非说别人也烧不出来，真是可笑。再说了，这别人不知道，尚且情有可原。可是六爷爷、景东叔，难道你们不清楚吗？我爷爷出血墨的时候，轻轻松松便可以烧出超品烟台，之后更可以同时点灯35盏。我是我爷爷的亲孙女，更是他老人家亲手教出来的，他的手艺我为何不能继承？您说对吗，六爷爷？你若真能烧，就当场烧给我们看看吧。你是谁呀？啊，田本胜，你会制墨吗？你连商业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吧？我凭什么证明给你看啊？胡会长，若是你们不信，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。只是眼下我烟棚的材料用完了，待我买了新的以后，随便你们验看。哎呦，这又有何难？材料我田家有的是。曾师傅，你这就派人回田家磨坊拿上好的新料过来。好。哎，我可不敢用你们田家的东西。谁知道你们田家是不是要试图图谋些什么？你推三阻四，这分明就是不敢当众烧烟嘛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是不想烧给你看，我凭什么烧给你看？我不看，我给胡会长看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回家去！你们这些大男人，欺负一个小姑娘，合适吗？七祖母，您怎么来了？真娘，我把生料给你送来了，你可以当场烧给他们看看。虽然可以验给您看，可是他们……丫头，你学墨3年，你的真本事，七祖母还没有好好看过呢。胡会长，田老爷，若是真娘当场烧出超品烟台，你们能信服吗？我等自然相信，眼见为实嘛。真娘，我本来不想理会你们的，可既然今日我七祖母亲自来了，那正好，真娘也想让您看看，这些年我学墨到底有没有进步。狗儿，卸货。是。不急。
烧烟好坏也有运气成分。若是只烧1、2盏，万一真是让他撞了大运，真就烧出一点好的呢？既是当场见证，便该像李大师所说，30盏一同点起来。若是烧不出足够数量的超品烟台，也做不得数。是不是欺人太甚了呀？能烧就烧，不能烧，我烧得了，不就是30盏灯吗？七祖母，真娘能烧得了。八爷，为了避嫌，你待在里边不合适吧？我爷爷只是来帮我摆东西。爷爷，放心吧，我自己可以。我觉得你坐在这儿也不合适，你还是出去吧。那咱们就开始吧。点灯1盏，点灯2盏，3盏，4盏，5盏，手怎么还软了？李大师，风清气正啊！点灯30盏。李家景东爷，他要真当众烧出超品烟台，那你李家就亏大了。有田家亏得多，滚一边去。30盏灯谁点不出来？超品烟台，哼！心静就是大道至简，心无旁骛。除了灯与我，再无他物。有没有透光的布条？透光的布。有。真娘，你看这个行吗？行。我来帮你。
这是要蒙眼少爷？爹爹，你每天点这么多灯，不无趣吗？一点都不无趣。我觉得挺没意思的。爹爹，你为什么不觉得无趣？你看那火头上有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啊。瞪大眼，仔细看。哦，好多烟。仔细看，那像不像爹爹给你捉的蝴蝶呀？好像啊。哎，你看它又变了，这像不像哥哥给你扎的风筝呢？哦，还有那个像蛇，对，这个像苍蝇。啊，还有，这个像万年糕。这孩子是眼都能看出吃的，张某，闭上眼睛。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？听见爹爹说话。我让你听烟。是不是远远传来那个爆竹声啊？有哎。你现在啊，也不看，也不听，变成院里那个小狗子，专用鼻子嗅。你能嗅出什么味道？一股油烟味儿。你将观、听、嗅都集于一处，打开心眼。虽然这是小小的一间斗室啊，却引着32峰、岩泉鸟兽、烟霞云海，微微错愕4000人呐！超品，确实是超品呐！不像超品吧？李大爷，您的孙女儿
真是了不得呀！